先问一下大家，你或者你身边的人还在用三星手机的啊，请弹幕评论1；很少见或者没有的，请扣个2。在 Canalys 的全球智能手机出货报告里，2023年第1季度，三星占到了全球市场的22%，也就是每卖出4-5台手机就有1台是三星的。在全球市场连续5个季度下滑的大背景之下，三星是唯一一个实现季度同比上升的厂商。这是不是和你日常看到的这个场景有一些差异呢？其实这也是难免的啊，因为作为全球市场的领头羊，三星在国内这几年的份额算是直接沦为了其他品牌。小白测评成王败寇系列第6期，我们主观盘点一下三星那些成功和失败的机型。还是提前说一句，本期出现的所有机型呢都是主观的，希望大家理性讨论，热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认为成功或者失败的机型选择。因为三星全球同型号的版本也很多，本期出现的都是基于国行版本进行对比选择的。先来说一下三星的经典机啊，主观认为成功的第1台 S6 Edge， 也选择了这个机型的小伙伴可以扣1。三星在 Note Edge 上推出的单边曲面屏，在震惊了许多用户之后， S6 Edge 上推出了双曲屏。现在很多人可能不喜欢曲面屏了啊，但在当时一经上市，单颜值上就惊艳四座，一直处于缺货状态。2015年手机品牌已经层出不穷了，光靠配置已经不能俘获消费者的心了。这款手机对于当时的三星来说，在国内市场无疑是一针强心剂，而且它也是旗舰机用曲屏的开端，后续直接引领了国产品牌旗舰用曲面屏的风潮，有点你不上曲屏就不好意思叫自己旗舰了的感觉。后面大家都知道的，还演化出了瀑布屏，虽然到后来有所收敛啊，但直到今天，国内厂商的大旗舰上也几乎都配备了微曲屏，2侧弯曲的屏幕让手机边框视觉上显得更窄，与手更大的接触面积也提高了握持和边缘返回的手感。当然也随之带来了两边视觉偏绿或者说偏暗的问题。初代 S6 Edge 也存在边框和后盖过度硌手的问题，三星在之后的 S7 上就改进了边框设计。在配置上， S6 Edge 的相机与 S6 完全相同，搭载1600万后置主摄，并且支持光学防抖。影像方面支持实时 HDR 技术，而今天旗舰机标配的无线充电，在当时也是三星第一次在自家的手机上安排。而且很重要的是， S6 Edge 还没有上当年火龙820的黑车啊，而是搭载了自家的 Exynos 7420。今年你看我给他怎么忽悠他上车的。不过三星当年系统条件还是挺一般的，依然存在诺敏卡顿掉帧的问题。主观认为第2款成功的机型是 Note 的1代。当年随着 iPhone 4的风靡全球， 3.5 寸的屏幕成为几乎所有品牌追随的对象，但三星却不信邪的直接把屏幕给你干到了 5.3 寸。你现在看这尺寸是小屏机了，不过在当年那是屏幕最大的手机，外号挡脸神器。这个尺寸也让它行走在手机和平板的边缘。当时边框还比较宽啊，宽大的屏幕操作时不得不双手进行，在刚发布的时候也受到了业界的质疑，说手机吧太大了，说平板吧又有一些小。不过9个月1000万台的销量，证实了所谓的 3.5 寸只是一厢情愿。三星正式开启了大屏机风潮， S Pen 加上大屏设计的理念一直延续到了 Note 的最后1代。本期视频由闪小白 APP 赞助播出，原小白 UP 已正式升级为注册商标闪小白，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。第3款主观认为成功的机型 Galaxy S3， 这是我当年自己购买的第1台三星旗舰机，鹅卵石圆润的外观带来了舒适的手感。圆润 S 系列和方正的 Note 系列成为三星最重要的2条产品线，国内许多厂商也开始模仿双旗舰模式，比如 P 系列和 Mate 系列。系统方面也是首次加入了语音控制系统，虽然在今天看啊只能算是人工智障，但在当时却是增加了一种新的交互方式，算是为之后的 AI 语音助手打下了一定基础。手机现在的面对面快传，在当时的 S3 上加 S-Beam， 通过2部手机使用 FC 连接 WiFi， 除了可以传照片音乐之外，你甚至还能传网页书签，现在看也算是多机交互的雏形了。可以看出三星在当时的创新方面还是有着许多超前设计理念的。虽然这台手机也爆发了自库门和过热等等问题，但是面对当时的 iPhone 4S、HTC One X 等强劲的对手，一点不虚，全球销量接近5000万台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手机之一啊！你别忘了它是一台旗舰机啊。后续在外观上做微调之后的 S4， 在销量上也创下了2个月2000万台的辉煌记录。当然，三星成功的手机肯定不止3款啊，比如第1款三星全面屏的 S8、Note 10等等。你可以弹幕评论一下你认为的三星其他成功的机型。OK， 后面就是比较失败的了啊。第1款失败的机型，这个都不用主观了啊，应该是很多小伙伴一提到这个话题就能想起来的啊，也应该算是公认的。蹦7啊，不是 Note 7，作为第6代 Note 系列的手机啊，它没有叫 Note 6，其实6这个数字666也挺好的啊，它就直接到了7，或许就是步子迈大了，咔。
容易扯着蛋。Note 7双曲面屏设计加上窄边框，外观确实精致好看，甚至被很多人称为当时16:9时代的最美手机。还支持 IP68 的防水防尘，4096级的压感 ，S Pen 也支持水下写字啊。它也是第一款安排了 Type C 的三星旗舰手机。单从产品本身看，这确实是一款非常全面的旗舰。但是电池的问题让它上市69天就被全面召回，三星投入700多名工程师，花了数月才确定问题。第一批召回的 A 电池因为负极受到挤压导致短路 ，B 电池是由于铜箔融化，反正结果都一样啊。为了电池容量更上一步，三星在当时的动作激进了，越过了安全的底线。但最大的问题啊，其实现在看来不是爆炸，而是三星当时面对国内用户的态度问题。8月24日，首曝直到9月2号宣布召回手机，三星不仅没有把中国大陆市场放在召回名单里面，还宣称国内版本的电池是安全的，国行爆炸是因为外部加热，比如出了用户是把手机放到微波炉里面这样的言论。但终究直到国家质检总局约谈啊，官方媒体发声之后，三星才发布召回公告。此事件之后，三星在国内无论是口碑还是销量一路下滑。Counterpoint 在2017年7月的调查显示，当时第2季度三星国内市场份额仅剩了3%，跌出国内手机市场前5名。三星可谓一炸成名啊，拱手送出了经营多年的国内高端市场。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Note 7电池事件之后推出的安全版本 Note FE 电池仅为3200毫安时，随后的 Note 8也没有超过3500毫安时。直到今天，国内各家安卓厂商啊，有线充电卷200瓦，无线充电都卷50瓦的时候啊，三星最新旗舰只有45瓦。在手机的性能调度上啊，根据这几年小白资本数据库的跟踪实测，哪怕是大旗舰啊，调度策略一直都非常保守。比如今年的积雪版骁龙8阵2啊，这原神数据库 3.0 实测中平均帧率只有55.3帧，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啊，排名也在靠后的位置。其实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啊，问题可能并不在于调度，也不在于电池。如果当初合理面对啊，积极解决问题，又何至于如此呢？第2款主观认为失败的机型 Galaxy S5， 在当年大家都开始探索金属玻璃的时候 ，S5 依旧延续了上一代的塑料机身，但它并没能带来 S3 和 S4 的销量啊。毕竟商业中根本没有一招鲜吃遍天的说法，塑料机身老土的外观自然也迎来了恶评如潮。友商这一刻被同行抓住了。HTC 当时的副总裁吐槽 S5 土豪金为创可贴，诺基亚也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写着 Not the Samsung 的图片，嘲讽 S5 没有新创意。在系统方面，相对于全面升级的 iOS 7，三星依然采用了老旧的 TouchWiz UI， 也给 S5 上带来了系统压力。三星在公布了25天销量情况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公布 S5 后续的消息了。根据第三方的统计报告，相比于上一代 S4 的销量， S5 整体下降了40%。网传 S5 的设计主管张东勋因为这款手机的设计失利而辞职了。第3款主观失败的手机 Note 20啊 ，Note 1代确定了产品的方向 ，Note 20成为了这条产品线上的最后一台手机。作为三星的顶级旗舰系列，塑料后盖啊，虽然做了 AG 磨砂处理啊，在外观上也似乎有那么一点以假乱真的感觉，但手感上远比不上玻璃材质，而且塑料的硬度低，日常使用过程中很容易就被刮花，也非常容易就产生油光。塑料材质确实有挺多优点，但你放在一个7000多的手机上，这确实让人很难接受啊！而且相对于上一代的2K 曲面屏，这一代给你换了一个1080p 的直屏，反向优化的动作确实太大了些。在这一年 Mate 40 Pro 异常成功啊，让华为稳稳地站住了国内高端市场。随着华米 OV 的风光内卷，大家可选择性更多了啊，三星逐渐被边缘化了。但近几年三星似乎并没有要重视中国市场的意思啊，即便成为了其他，也依然把自己高高挂起。曾经覆盖全价位段的产品策略，现在在国内市场几乎看不到太多机型了。还有非常重要的系统方面，确实做了不少努力啊，但作为安卓厂商，本土化的设置和优化相对来说还是少了一些，许多设置功能隐藏的也比较深啊，以至于许多人想要更改设置啊，都得上网去搜索啊。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小伙伴请扣一。关于系统方面，大家可以回头去翻看一下我们频道里面的手机灵魂系列。老罗在一次采访中说，三星是一个很复杂，比苹果复杂的多的这么一个公司，它在纯技术领域里有大量的创新。近几年，如果你关注机圈新闻啊，似乎每年都会传出三星要重返中国市场了的新闻。但也许是因为大公司病，也许是因为还觉得自己即便失去中国市场啊，依然是全球第一。三星在国内的动作确实还太少了。面对疯狂内卷的国内机圈，三星想要回来啊，还得好好下功夫。OK，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，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。下期超王排口想让我们聊哪个品牌呢？欢迎评论或者弹幕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
产生了一点帮助，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记得关注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